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万国锦标赛先锋体验即将开启。那之前不是有先锋体验了吗？为什么这一次又先锋体验了呢？因为我们在上一次参加万国锦标赛的时候，其实有发现到有很多问题，就是官方他们想出来跟我们实际上所想的那个比赛方式有点不同，而且国服那边也是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比赛规则跟玩法有什么改变。因为我相信应该有蛮多玩家想要参加这个万国锦标赛的，毕竟可以拿到更多的奖励嘛，谁不想参加呢？尤其是上一次万国锦标赛中，只要你有打架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很多的金头，所以我相信这一次应该会有更加多的玩家会愿意去参加。但是这边的规则这么长啊，这个有没有人去看那个字我就不知道了，而且它这个邮件的观看方式改了之后，它那个间距没有这么宽了，就变成说好像密密麻麻，不是很想要看这个字了，所以这边我就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啦。这个比赛会在2026年1月左右开启，报名的规则只有在征服赛季并且拥有25等级城市的玩家可以自由创建或者是加入荣耀联盟。创建或者是加入荣耀联盟是不需要退出自己目前拥有的联盟的，并且你是可以跨王国去组建，就很像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在1001 1002，可是你可能在2489的话，这样你就可以邀请他们过来。入选规则，报名阶段结束之后，总战力位于前64的荣耀联盟将获得资格参加万国锦标赛先锋体验活动。这个规则就跟之前那个版本是一样的，就看战力。赛制，万国锦标赛先锋体验只是会进行一轮比赛，因为之前我们是好像有晋级到最后8支队伍才分出胜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比赛好像是进行了4次左右嘛，因为它是同时间很多组比赛一起同时进行了，所以这一次就是一轮游打完就没了。但是这边要特别注意啊，之前我们的比赛中是有8支荣耀联盟嘛，现在剩下2支而已，2支对打。每轮比赛中积分获得排名第1的荣耀联盟才可以获胜，所以相当于1v1的 KVK 啦。本先锋体验活动将持续2周，战斗将于第2周的周6举行，具体比赛时间由参赛荣耀联盟的盟主共同投票决定。每场比赛约2到3小时，因为之前固定时间都是4小时啊，所以现在这个比赛时间就快了很多。因为我们之前有测试下来，其实2个小时就足够了，不需要打到4个小时，因为并不是每个玩家的战力都这么高嘛，只有战力非常高的玩家才会需要用到4个小时而已。那时候我的战力都差不多 1.5 亿啊，其实真的2个小时就足够了。在万国锦标赛先锋体验活动开启后，玩家可以创建新的荣耀联盟，玩家无需退出自己所属的联盟即可加入荣耀联盟。这个上面不是说过了吗？为什么这边就再说了一次？每个荣耀联盟人数上限为100人，报名截止后，后续荣耀联盟将不可以再收新的成员，且晋级的荣耀联盟中成员无法退出。玩法简介，比赛胜负是由荣耀联盟积分决定，积分通过占领并持续占领圣地来获取。那在比赛中只有2种建筑物，一个是圣城，另外一个是圣地，所以你们要拿多一点这种建筑物因为它现在变成1对1的方式嘛，所以基本上如果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双方应该都会有一个圣地，那圣城就要看你们谁能抢到。圣城开放时间是在1个小时半之后。锦标赛战场内，所有玩家会获得等同于满水晶科技和昔日荣光的大量增益效果，原失落之地增益将不生效。战场内只可以修复荣耀联盟旗帜，且耐久度锁定为1000，燃烧速度也会将大大提升。荣耀联盟旗帜修建速度与参与修建的玩家人数无关。一开始的前20分钟，我们修建的速度会提升到650%，在20分钟之后就会降低变成350%。集结部队伤害也会随着时间逐步加强。4个荣耀圣域会在比赛20分钟后开启争夺。原来一开始不能抢啊！而且我记得一开始这个圣域的部分呢，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就可以碰到了，所以它这边也是有改了。然后那个圣城的部分
呢，就像我所讲的，就是你要等1个小时半之后才会开放争夺，所以基本上2个小时、3个小时比赛时间这个是跑不掉了。战场内野外战斗和据点争夺战斗中产生的重伤会按照一定比例转为阵亡。他这边说一定比例耶，之前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70%吗？战场内重伤单位回到主城后将被立即治疗，所以你们是不需要用自己的治疗加速那些去治疗你的部队的，且治疗不需要消耗任何资源和时间。每场比赛结束后将会有大量因万国锦标赛而产生的阵亡单位将会免费修复。在万国锦标赛中，玩家不需要任何消耗即可通过统帅助阵自由组合技能得到丰富的战斗体验。我差一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就是你们可以用那个助阵技能啦，有点像奥尔良紫薇这样子。本轮先锋体验将只会进行1轮比赛，这个不是上面讲过了吗？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啦，但是因为它这个是先锋体验版的关系啊，所以有做一些更改。在当天战斗结束之后，本次先锋体验即告结束。然后具体的游戏规则你们可以看它里面的介绍。万国锦标赛先锋体验对赛制、奖励、荣耀英灵殿做了一些特殊修改，其余战场玩法与万国锦标赛正式比赛相同。万国锦标赛先锋体验详细规则请见后续游戏内具体表现。此次先锋体验玩家无法购买英灵归来券或解锁荣耀伙伴哈，之前是可以解锁的，这一次不能解锁了。与此同时，荣耀英灵殿中阵亡的部队免费恢复量变成1亿，就是说如果你的战力是有10亿的话，它都会免费帮你治疗，所以玩家不需要太担心啊。而且有超过10亿战力的玩家其实很少而已。此次先锋体验不包含万国锦标赛中正式奖励内容，好像城市主题啊、称号这些都是没有给的。但是成功入围先锋体验赛的玩家将在体验结束之后根据比赛结果获得对应的专属先锋体验奖励，所以还是有一些奖励啦，不过大概率应该是一些宝石加速之类的。万国锦标赛先锋测试的比赛规则参照正式比赛的规则，不同之处以先锋测试规则为准，所以大致上是这么多啦。 OK， 那么在我刚刚影片有提到国服的事情呢，这边也是稍微讲一下为什么它的规则改成只有2个队伍而已。因为之前国服就是有发生了他们通过购买的方式去拿到谁可以获得胜利之类的，就是买卖那个名额啦，所以官方这一次做了一些改动啊，就变成只有2个联盟对战而已。但那个是正式比赛啦，我不确定他在这个先锋体验版中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而且他这边说2支荣耀联盟的那个比赛也不确定是不是正式比赛，也是这样子改动。而且他不把时间说的剩下2个小时，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剩下2支荣耀联盟对战了嘛，2支联盟消耗的兵力应该不会比起之前打8个联盟的时候还要更快，可能他们是这样子觉得啦。不过其实我们在万国锦标赛中一般都是会面对2个联盟啊，甚至是1个联盟而已，也是消耗的挺快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它保持在2个小时其实已经足够了。不过万国锦标赛应该还是会有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如果哪一方的战力比较高，胜算应该会比较大一点。不过当然呢，也是要看双方的旗帜是怎样铺啊，毕竟现在剩下2个联盟而已嘛，不会有说有其他的盟友在帮助你挡着敌人，然后你就可以快速把旗帜建到中间深层的地方，包围深层这样子的操作。所以在玩法策略上面呢，应该也是会有一些修改啦，这就要看你们的指挥要怎样去执行了。 OK， 大致上是这么多啦，万国锦标赛先锋体验版的规则。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有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